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我是杨医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就是80后的健康危机。很多人讲这80后正在经历未老先衰甚至传言这个80后的死亡率呢比70后的还要高。虽然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不可否认呢，就是80后的中国人正在面临极大的健康挑战。从过劳、慢性病到心理压力、职场危机，这一代人的健康是正在被这个社会环境透支。那么为什么80后正在变成最累的一代呢？他们的健康危机有哪些？又该如何在高压下自救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内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首先我们来看看数据看报道说80后的死亡率比70后更高甚至有人计算出80后累计死亡率达到 5.2%意味着每20个80后里就有一个已经去世了。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当然了，实际上呢，它并不代表真实的死亡率。那么官方的这个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80后在30到39岁时的死亡率呢是0.51%到0.78%，而70后呢在同年龄段死亡的比率呢是0.81%到1.16%这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情况呢并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身边的这80后猝死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呢？这主要是跟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工作压力呢有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个80后在统计学上的死亡率比70后高不高存在着争议但是呢，他们的健康状况呢的确呢是在下降这里面呢有4个主要的因素首先就是过劳猝死这个996、007的这个工作模式正在摧毁我们的健康。80后这一代许多人都经历过高强度的工作，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制造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996、007这种工作模式已经成为常态。研究发现呢，长期加班超过50个小时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要提高40%。猝死的风险比普通的上班族呢要高 1.5 倍。有一位35岁的 IT 工程师在连续加班1个月后，因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桌前。生前呢，他的朋友圈最后一条信息是又是凌晨3点还在 debug。 这样的故事呢正在越来越多的发生。那么怎么样自救呢？首先要尽量避免996，如果做不到，至少每隔1个小时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另外呢，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熬夜呢对心血管和免疫系统损害是极大的。另外就是定期的体检，特别要关注心血管的健康血脂、血压、血糖。第二个因素就是生活方式的异化高油高盐饮食加上久坐这个慢性病肯定会提早找上门。80后的饮食结构和70后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生活节奏快，外卖、快餐、高糖饮料的食物呢都增加，导致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的比例大幅上升。长时间呢久坐办公，运动减少，导致血管硬化、脂肪肝、代谢紊乱。2022年中国慢性病调查显示呢，80后糖尿病前期的比例呢接近 20%， 脂肪肝呢达到 32%。 相比70后80后患高血压的风险呢提高了 50%。 那么怎么样自救呢？首先要减少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和优质的蛋白。另外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快走、瑜伽、深蹲都可以改善代谢的健康。另外每天呢要喝足2000毫升的水，要避免那些碳酸饮料、奶茶等等。第三个因素就是精神健康危机焦虑、抑郁、社交孤独感等等。80后他不仅面临的是个身体健康危机，还面临着很严重的心理压力35岁的职场危机。80后嘛，现在正值中年许多人开始面临被职场淘汰、收入焦虑、职业发展停滞的问题还有社交的孤立感。随着家庭事业压力增大
80后与朋友的联系越来越少，孤独感增加。另外就是婚姻的压力，很多80后未婚或者婚姻不幸福甚至面对离婚育儿等等方面的焦虑。有一位38岁的女性职场精英，长期焦虑抑郁，在家中跳楼。她生前留下的遗书写道：我什么都有，却感到越来越孤独。怎么样自救呢？除了工作外一定要培养兴趣爱好，减少生活中只有工作和责任的状态。另外保持社交联系，定期和朋友家人交流避免社交的孤立。另外呢，定期要做心理咨询，如果感到长期焦虑抑郁，一定不要害怕寻求帮助，我们人人都需要的。第四呢，就是医疗资源使用不均80后的体检意识不足。70后那一代习惯了定期体检80后大多数人只在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以后呢才会去看医生许多人或是三高检测、癌症筛查，到时候确诊呢往往到了晚期。有一位40岁的李先生发现胃不舒适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医生告诉他，如果3年前做过胃镜，能发现早期病变，完全可以治愈。那么怎么自救呢？每年要定期的体检，特别心血管检查、癌症的筛查，要关注身体的信号长期的疲劳、胃痛、消化不良，一定要及时就医。如果您是80后，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健康的活下去？面对80后的健康危机我们可以采取以下5个核心的措施来改善生活质量。第一呢，就是规律作息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要加班的话，起早加班，不要贪黑一定要保障好晚上11点到3点钟的这个重要的肝胆时间的休息第二呢，就是要健康的饮食什么都没有饮食重要。你可以没有时间运动你不能够吃不健康的饮食，所以呢，一定要减少高糖高油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纤维素和复合的碳水健康的脂肪精致的蛋白质。另外呢，就是适当运动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另外就是管理好精神压力，学会放松、冥想打坐、瑜伽做心理咨询，这些都很重要。另外呢，每年呢做一次健康体检避免了隐性的疾病的威胁。总而言之吧，这个80后他并不是短命的一代但他们的确是压力很大、健康风险很高的一代。在社会的变迁和高压的环境下呢，大家一定要主动调整好生活方式，这样呢才能避免被透支。再次提醒大家，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从今天开始为自己呢多做一点。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和您的亲朋好友有帮助，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